光影23事，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。我是阿月，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。一起来看今天的美好的一年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。在麦克斯遥远的记忆中，叔叔亨利那座位于法国普罗旺斯的葡萄酒庄似乎永远都是金色的，金色的阳光，金色的天空，金色的葡萄藤。而那时的他还很小，眼神干净，没有沾惹世俗的欲望，会乖乖陪着叔叔一起下棋，听他讲述酿酒的秘密，品酒的要义。但普罗旺斯的阳光无法穿透伦敦金融中心上方的乌云，这些美好最终都被麦克斯尘封在记忆的角落里。在如今的2006年，麦克斯已是伦敦最叱咤风云的交易员，他可以在短短5分钟的时间内为公司赚到7000万英镑，而他也从不休息，除了享受他人追捧，享受女人崇拜的目光，生活里最重要的事物就只有名与利。所以时至今日，麦克斯也没有成家，他的人生规划里似乎没有爱的位置，家人之爱，伴侣之爱，他都不需要。麦克斯唯一信奉的真理就是赢，赢不是一切，它是唯一，所以不择手段，他也要赢。又一场庆功宴过后，麦克斯收到一封来自法国的信，原来是他数十年未曾联系过的叔叔亨利去世了。亨利曾给他一个美好的童年，但时间似乎冲淡了那份美好。此时的麦克斯说不上多么难过，他只是在心中默默唏嘘了几声，又重新投入了工作中。就在这时，秘书真马传来消息，称负责处理亨利遗产的律师欧塞打来电话，由于亨利没有立过遗嘱，而他终生未婚，也不曾有过子嗣，所以麦克斯作为关系最近的血亲，会继承亨利的葡萄酒庄。麦克斯闻言顿时来了兴趣，但他没有立即飞往法国，而是先行联系了房产经纪人查理，询问那座酒庄能卖到多少钱，毕竟只有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他去付出时间与精力。秘书真马被他的冷血所震撼，查理同样对此感到不可思议。刚得知亲叔叔去世的消息还不到1天，他怎么就满脑子开始想着怎么赚钱了？根据麦克斯对酒庄的依稀回忆，查理给出的估值高达数百万，这让麦克斯再也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。次日一早就踏上飞往普罗旺斯的航班，可落地后真马安排的出行车让麦克斯看傻了眼。原来真马不满他的行为，又不敢高声抗议，只好专门租了辆2人座的小汽车来整蛊麦克斯。顶着路人异样的眼光，西装革履的麦克斯跌跌撞撞一路，终于成功抵达叔叔留下的葡萄庄园。午后的蝉鸣藏在树荫里，风中飘来葡萄藤的清香。麦克斯走在这座庄园中，本以为遗忘的往事竟一一浮上心头，只可惜和叔叔一起下过棋的桌子如今堆满了落叶与灰尘，夏日里带来清凉的游泳池早已干枯，而那曾洒满欢笑的球场只剩下一条断掉的拦网，在夕阳的余晖中默默诉说过去的点滴。麦克斯想起有次和叔叔打球，当时他因输掉了赛点而愤怒不已，叔叔却告诉他，他应该像庆祝胜利一样去庆祝失败，因为人从胜利中其实收获不到什么，却能从失败的经历里学到许多。不过接受失败的前提是别让失败成为一种习惯，这与麦克斯一直奉行的必赢原则截然不同。但此刻故地重游，恍惚间他也有些动摇了，他有些想念这个总是给自己讲人生道理的叔叔了。这时负责打理葡萄的杜弗洛向麦克斯主动走来，原来杜弗洛和妻子路德芬在这个庄园里度过了半辈子的光阴，而他不仅是看着麦克斯长大的，也是亨利生命最后几年里最信赖的助手。如今亨利已逝，没有人能比杜弗洛对这座庄园的感情更加深厚，可杜弗洛话语里的眷恋没能撼动麦克斯的决心。麦克斯仍旧只想赶紧卖掉庄园，回到伦敦，因为那里的名利场才是他真正的归处。麦克斯走进屋内，端起路德芬准备的红酒，可他只喝了一口，就坚定了要卖庄园的决心。庄园酿造的红酒又酸又苦，这么难喝的东西怎么可能卖得上价？他应该抓紧时间脱手变现。
可就在这时，伦敦传来噩耗，由于麦克斯涉嫌恶意操盘，导致证券交易所被相关部门调查。老板此刻正大发雷霆，要求下午5点必须见到他本人。而在此之前，麦克斯只剩下1个小时去见负责遗产的律师欧塞。麦克斯起身出发，查理又打来电话询问庄园情况。在得知房产破破烂烂，庄园酿造的葡萄酒难以下咽后，他要求麦克斯去聘请一位品酒师，将土壤样本和葡萄藤送去检验，同时多拍点庄园风景照发到他的邮箱，方便他将庄园包装出去，卖个好价格。然而就在麦克斯一边开车一边记录地址时，不慎撞倒了迎面骑车来的范尼，可他并未注意到对方的存在，留下受伤的范尼扬长而去。而律师欧塞在得知麦克斯的打算后，不得不提醒他，庄园是亨利与杜弗洛半生的心血，这样草率卖掉难免会引起杜弗洛的不满。可麦克斯心意已决，而且在他看来，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届时给杜弗洛一笔钱不就完了？而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麦克斯卖庄园的消息很快传进杜弗洛的耳朵里。他拦下麦克斯离开的步伐，表示自己有多么热爱这座庄园，恳求麦克斯能大发善心。可回答杜弗洛的却是麦克斯的汽车尾气。但麦克斯还没走多远，又想起要拍庄园照片，便中途折返了回去。如今每一处盛满回忆的角落都是能提高庄园售价的秘诀，他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可能。未曾想，跳台因常年的风吹日晒变得极度脆弱，拍照时麦克斯直接摔进了深3米的泳池里。可这泳池早已干涸，他费尽9牛2虎之力也没能爬上来。眼见飞机即将起飞，而电话又落在泳池外围，秘书针马催促的铃声不断响起。麦克斯几乎可以想象到另一头的老板此刻有多么愤怒。就在这时，一张靓丽脸庞出现在泳池旁，麦克斯以为是天降救星，岂料对方在询问了他会不会游泳后，就打开了出水口，潇洒离去。原来来人正是范尼，他在路过庄园时认出门口停放的汽车是上次撞倒自己的肇事车辆，这才对麦克斯使出的报复手段。而麦克斯在泳池里狼狈的挣扎，他本以为自己会愤怒，可在浮出水面后，他望着头顶斑驳的光影，却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。麦克斯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的他还是个无忧无虑的男孩，那时的叔叔还是个悠然自得的老头，在岸边喝着红酒，自己就这样在泳池里飘着，度过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。由于没能赶上回去的航班，麦克斯最终被老板勒令停职1周。而交易所内的内部竞争历来激烈，他生怕回去以后大权旁落，便交代秘书不要对外透露这个消息，要有人来问就说自己出差去了。所以麦克斯不得不暂时在庄园住下。而房产经纪人查理得知他的处境后，便拜托他在3天内将庄园简要整修一番，好让自己挂出一个高价。尽管庄园维护得当，不需要大规模动工，但占地过大，光是刷一层油漆就要耗费极大的精力，麦克斯必须尽快动手。可偏偏杜弗洛又从中添乱，藏起了油漆刷。最终麦克斯不得不与他达成协议，卖掉庄园后，自己会保证他能留下来继续种植葡萄，而他要做的就是协助自己修整庄园。麦克斯在清理走廊杂物时，墙壁上被球砸出的小坑让他想起过去和叔叔一起玩板球的场景，当时的欢呼声似乎穿透了时空，在麦克斯耳旁萦绕。他情不自禁拿起球朝着对面砸去，小球碰墙得分的瞬间，麦克斯再次欢呼起来。可欢呼声落下，身旁却没有了叔叔热情的回应，留给他的只有一地寂静。就在麦克斯忙于打扫时，庄园迎来了一位意外访客。麦克斯怎么都没想到，叔叔竟还会有个叫做克里斯汀的私生女，这让他瞬间紧张起来，生怕对方会从自己手里夺走继承权。但麦克斯深知不能打草惊蛇，便故作镇定，安顿好克里斯汀，随即前往小镇上的律师所，询问欧塞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。麦克斯本想赶在克里斯汀反应过来前，抓紧时间卖掉庄园，因为查理刚刚打来电话，称有卖家愿意出750万。可欧塞接下来的一番话却将他浇了个透心凉。
在法国，私生子和婚生子享有同等继承权，只要克里斯汀提交能证明身份的文件，即便是买卖完成，他也能随时宣布交易无效。这让麦克斯又烦躁又担忧，这个克里斯汀从没见过叔叔一面，突然冒出来就能从自己手里夺走庄园吗？他必须想办法赶走对方。就在麦克斯烦忧之际，一道熟悉身影的出现更是让他怒火中烧。麦克斯认出女人就是那天捉弄自己的范妮，他找进餐馆质问对方为何要那么做，而范妮展示出被他撞倒的伤痕，健康的小麦色皮肤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麦克斯内心愤怒瞬间消散得一干二净，谁对谁错在这一刻已经不重要了，他只知道自己心动了。麦克斯一回去就向杜弗洛打听起范妮，这才得知范妮自小在这里长大，曾和一名运动员有过一段婚姻，但运动员对她并不好。离婚后，范妮就不再对男人敞开心扉，而是整日忙于餐馆的经营。恰巧此时杜弗洛修好了球场，两人展开了一番决斗，而杜弗洛已不再年轻，很快便败下阵来。汗水渗透了麦克斯的衣衫，他赢得并不轻松，可他无法压抑嘴角的笑容，不需要费尽心思操盘，不需要与人尔虞我诈，只需要在一个午后和人来上这么一盘球赛，这样单纯的快乐他已经许久没有体会过了。麦克斯学着叔叔当年获胜的模样，在场上转圈欢呼了起来。由于克里斯汀的出现，路德芬特意精心准备了一顿晚饭，但在看清红酒贴有酒庄的标签后，麦克斯皱起眉来。无论如何，这么难喝的红酒不该让更多的人知晓，他便来到酒窖，随便挑了一瓶没有标签的红酒。可就在麦克斯要离开时，耳边响起了叔叔的声音。当时也是在这个地方，他和叔叔谈论起酵母，将糖分转变成酒精的过程，而这正是杜弗洛教给他的。叔叔闻言露出满意的神色，告诉麦克斯，别看杜弗洛像个农夫，整天下地干活，可他全心全意奉献着每一颗葡萄。叔叔便想知道麦克斯有什么是他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。麦克斯还记得自己回答的是喜剧演员，但儿时的梦想早已被现实埋葬。现在的麦克斯沉溺在名与利中，难以自拔。而这瓶随手找来的酒得到了克里斯汀极高的赞扬，他通过瓶塞怀疑这是庄园的酒，可瓶子上的标签又只是简单写有迷失的角落字样，没有标明出自哪个酒庄。围绕在葡萄酒上的谜团令麦克斯又一次想起了叔叔，因为叔叔也是这样，总是叫人捉摸不透。喜欢英国却在法国定居，热爱女人却不会和一个女人交往太久，热爱冒险却没有走出这个庄园方圆100步。克里斯汀闻言对这个素未谋面的父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拿起父亲书房里的书，想要继续上楼阅读，而书的封面勾起了麦克斯的回忆，他记得自己也读过这一本，只不过一直没能看到结局，记忆中那个美好的夏日就结束了。用完餐后，麦克斯去找了范妮，可范妮正在餐馆里忙得不可开交，根本没空搭理他。麦克斯见状也不生气，反而戴起围裙，有模有样做起了服务生。看着他熟练穿梭于客人之间，范妮在得空喘息的时候也情不自禁露出一抹微笑。他不是小孩子，自然能看出麦克斯的心意。这些年来追求者来来往往，麦克斯却是第一个愿意切实帮自己一把的人。但在餐馆打烊后，面对麦克斯约会的邀请，范妮依旧选择了拒绝。一个人的生活会感到孤单，但足够自由。他不想重蹈前夫的覆辙了。未曾想麦克斯遭到拒绝后，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在店门口喝起了小酒。望着他脸上的惆怅，范妮最终败下阵来，答应麦克斯周六早上在广场见面。相较于总是怀疑克里斯汀身份的麦克斯，杜弗洛与克里斯汀却是一见如故。这不仅因为克里斯汀的鼻子与亨利如出一辙，更重要的是克里斯汀与自己与亨利一样，都很喜欢这片葡萄园。他知道杜弗洛铺下的石灰石是为了夜间给葡萄藤保温，他愿意陪着杜弗洛好好看看这灌注了所有心血的葡萄园，完全不像麦克斯一心只想卖掉整座庄园。而麦克斯此时坐在书桌前，
就闻着那瓶所剩无几的绿墨水，淡淡的麝香味混合着铁锈气息，在他鼻尖蔓延。熟悉的气味勾起过往回忆，麦克斯又想起了那个夏天，他就坐在这里，用灌了绿墨水的钢笔仿造叔叔的笔记，为叔叔签发各种支票，叔叔则一脸笑意，夸他做得真厉害。在庄园的这些天里，麦克斯尘封的记忆不断被旧事物唤醒。然而在接到房产经纪人查理打来的电话后，他又收起那副怀念的模样，为买家的出价而高兴。毕竟在商言商，他可是追逐利益的天才交易员，怎么会为这点不值钱的过去就放下这唾手可得的几百万呢？但克里斯汀的存在始终是个拦路虎。麦克斯决定晚上在杜弗洛家中用餐时好好敲打一下对方。晚上开饭时，杜弗洛父亲不满意桌上的红酒，便从后厨掏出一瓶迷失的角落。杜弗洛见状，吓得连忙收了起来。而克里斯汀自从上次喝过这酒后，专门去调查了一番，发现这酒在本地被誉为普罗旺斯的阳光，属于收藏家们的心头爱，但没人知晓究竟出自哪个酒庄。麦克斯本就对红酒不感兴趣，也就没将杜弗洛的异常放在心上，转而对克里斯汀发难。光凭一张叔叔和女人的合照可不够，他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就是叔叔的亲女儿呢？克里斯汀面对麦克斯的步步紧逼，不禁无奈叹了口气。他此次回来只是想了解那个给了自己生命的男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。而克里斯汀解释完后也没了再吃饭的兴致，径直朝着庄园走去。麦克斯回去时却在葡萄藤下发现了喝到醉醺醺的克里斯汀，他好心背起对方往家里走去。克里斯汀其实不理解，麦克斯自幼父母双亡，自己同样早早没了母亲，父亲也于1个月前亡故。按理来说，他们彼此应该是这世上最后血脉相连的人了，为何麦克斯总是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敌意？听着克里斯汀的坦白，麦克斯垂下了头颅。他突然觉得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野心在此刻变得那么龌龊。他为了金钱与疼爱自己的叔叔数十年未曾联系，如今对于这仅剩的亲人，满脑子也处处都是算计。愧疚之下，麦克斯将克里斯汀安置在自己小时候的房间里，眼前熟悉的布景令他感到久违的安心。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，没有规定的睡觉时间，没有家务活，没有喋喋不休的大人。这是那个夏天叔叔送给他的一份礼物，而那个夏天救了他的命。 I loved Henry deeply, but I never got around to telling him. 这天，麦克斯接到伦敦打来的电话，秘书真马称肯尼趁他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俨然一副新头领的阵仗，四处抢功邀功，大有将他取而代之的意思。麦克斯倒是不着急，欲使人灭亡，必先使其骄狂，等自己回去再慢慢收拾肯尼。他现在最烦恼的是如何将庄园卖出一个好价格。原来麦克斯根据查理的建议聘请了一位专家来检测葡萄园的价值，对方又是说酿造的红酒难喝，又是称葡萄园打理的不行，还不如改成农场种点南瓜。可如果没有酒庄的附加价值，庄园的卖价将会大打折扣。就在麦克斯烦恼之际，他又发现克里斯汀不仅翻出了亨利的日记，还任由微风将纸页吹进泳池。麦克斯瞬间想起他是阻拦自己卖庄园的存在，心里的烦乱更上一层楼。麦克斯开始口不择言，称亨利就是个逃避现实的懦夫。克里斯汀也终于忍无可忍，他其实已经知道麦克斯排斥自己的原因了，不就是怕他阻挠卖庄园吗？可他在乎这种身外之物吗？克里斯汀起身告诉麦克斯，自己明天就会离开，回美国加州。望着他决绝离去的背影，一股熟悉的愧疚感涌上麦克斯的心头。他似乎又做错了事情。麦克斯翻开亨利留下的日记，紧接着一张照片映入眼帘，那是与克里斯汀手中一模一样的照片，而日记中的文字记录了亨利对克里斯汀母女二人的思念，无疑证明了克里斯汀的身份。但麦克斯还来不及惆怅，来实地考察的查理就出现在了庄园里。专家的评估报告让报价至少降低了100万，他劝说麦克斯必须尽快将庄园出手，但令他惊讶的是，面对着凭空蒸发的100万，
麦克斯竟丝毫不见焦虑，反而念叨着下午要去约会，自己可千万不能迟到。麦克斯的变化让查理有些疑惑，这些天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与此同时，麦克斯与范妮的感情在这个雨夜里迅速升温，他们向彼此坦诚缺点，在庄园里度过亲密的夜晚。可正当麦克斯以为彼此关系会更进一步时，范妮提出了离开。他之所以会跟麦克斯回家过夜，是因为他知道麦克斯即将离开普罗旺斯，永远不会再回来，这让他感到安全。麦克斯连忙解释是这里不适合自己，自己可以在伦敦帮范妮开家咖啡厅。范妮却摇了摇头，不是普罗旺斯不适合他，是他不适合普罗旺斯罢了。第一次品尝到恋爱滋味的麦克斯送走范妮后陷入了沉思，他拿着买卖的合同翻了又翻，最终还是没有签字。也许保留庄园，将这里当作度假的落脚点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查理却觉得他疯了，要知道曾经的麦克斯从不度假，从不休息，他只会赚钱，这不是自己认识的麦克斯了。可麦克斯在庄园的这些天里拾起了童年，收获了亲情、爱情，便逐渐明白有些东西远比那几百万要珍贵得多。他又一次想起与叔叔漫步在葡萄园的场景，当时杜弗洛正在为葡萄唱歌，看起来很傻很天真，但他眼里的虔诚时至今日也让麦克斯无法释怀。而在签订合同的这天，杜弗洛也不再隐瞒真相，告诉麦克斯这片葡萄园其实叫做迷失的角落，普罗旺斯最负盛名的葡萄酒就产自这座酒庄。而专家之所以会说这里一文不值，是因为他收买了对方，想要借此劝退麦克斯，让他以为这里没有价值，保留庄园原样。杜弗洛还说，亨利本想让麦克斯接手庄园，可又担心他会卖掉庄园，才一直没敢立下遗嘱。杜弗洛希望麦克斯别让亨利失望，别用金钱去玷污他的灵魂，因为这片酒庄是亨利的全部。这时一阵微风裹挟着泥土的清香向亨利吹来，葡萄叶在晨雾中沙沙作响，似是叔叔在耳畔低语。而他环望这片庄园，最终做了一个决定。第二天既是艳阳天，也是克里斯汀离开的日子。麦克斯坐在书桌前，将钢笔灌满叔叔的绿墨水，又模仿叔叔的笔记写下了一封遗书，最终赶在克里斯汀离开前，将信夹在那本没读完的书里，塞进了他的手中。 You do have his nose. 麦克斯最终放弃了酒庄，还在信中以叔叔的口吻表达了对女儿的思念，称自己已将酒庄留给女儿。做完这一切后，麦克斯回到了伦敦。他这一趟什么钱都没赚到，却又觉得自己是最大的赢家。麦克斯先是利用肯尼的贪婪，将这个狼子野心之人成功赶出交易所，随后正式向老板提出了辞职。在生活与金钱中，麦克斯最终选择了前者。他其实小时候见过范妮的，当时范妮母亲来参观葡萄园，他便和范妮度过了一个有趣的下午。只不过在舍去对金钱的迷恋后，他才想起了那个午后，想起记忆里更多的美好。麦克斯回到了普罗旺斯，他想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与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女人共度余生。而克里斯汀也回到了庄园，整日都和杜弗洛为了酿造方式而吵个不停。不过在看见麦克斯后，他半开玩笑地提醒麦克斯是否需要自己去买瓶新的绿墨水，好让他写下下一封信。麦克斯如今的生活有爱人相伴，有亲人相伴，还有美酒与金色的阳光。他沉醉在与范妮的拥抱中，只觉这就是美好的一天，美好的一年。全篇完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，让我们每晚在光野23室相互陪伴。心向金色阳光，照出内心真正的平静。美好的一年是2006年美国剧情片。我们经常跟别人聊天时分，总听到这么一句话：你不能老是既要又要，或者说成年人的世界是没有选择题的。当下的社会有压力的，有欠债的，有没工作的，每一个人生活中物质上面的问题和痛苦占据了绝大部分，所以我们得努力赚钱，所以我们得成为有钱人。但是然后呢？
比如我阿月，我就天天试想如何自己赚到人生中第一桶金。但是赚到了之后，我自己会收手吗？会说只要我有了第一桶金，我就可以不工作，不做光影230，不做电影解说了吗？这么想下来的话，我觉得不会，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，有了这个还想要那个，更何况这只是这一阶段我想要满足的欲望。所以写到这里，我会问自己的内心，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？在这里我停顿了10分钟，此时此刻我想到的是，生活的最佳状态是让物质和精神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中间点，即自己的物质在自己的努力下肉眼可见的逐步抬升，但是又能在固定的时间内抽出一部分时间享受生活的美好。所以我不会为了第一桶金累死累活，没白天没黑夜，我也不会因为有了一点钱开始好逸恶劳，整天打游戏。如今自己已经35岁的年纪，赚钱更多的开始向家人和在乎的人倾斜，有一间能够遮风避雨的房子，有一处能够让自己心安的地方。平常白天好好工作，回家了就看看电影，选择新的故事，节假日就陪陪家人，找找朋友，其实就够了。在我看来，人这一辈子最痛苦的事情就是，你以为你应该如何，但是却达不到，从而丢了自己，失了心，整个躯壳飞了灵魂，满满的痛苦和愤怒。我们不应该这样，因为我们也需要属于自己的金色阳光。如果说麦克斯被那普罗旺斯的金色阳光治愈，那么我想我的金色阳光应该是属于那一年。那一年，我跟随父亲回到老家村子里面祭祖，第一次陪祖母一起下田地干活，弯腰捡地上掉落的麦穗时，一抬头，阳光便从小麦中露了出来，那道光轻轻柔柔地洒在脸上，暖烘烘的，像祖母满是褶皱却又无比温暖的手。如今我在城市里打拼，见多了钢筋水泥，却也无论如何都忘不了那抹散发小麦清香的阳光。我只希望那缕金色阳光能一直照亮前行的路，不断提醒我，你永远是那个田野间最快乐的孩子。无论如今的你过得如何，都配得上世上最美好的风光。如今光影234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，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，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。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，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。阿月在此先行谢过，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。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，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0的播客列表，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，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0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